眼睛上盼的与你闪烁。你看我别走！如暖风吻进了缄默，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紧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以你放若桃花千朵。说是要配给你，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就若，该配给你。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灼灼。紧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。南希月，你还有未放下的人，未找到的地方，未查尽的梦境，你不能死，给我醒过来！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灼灼。南希月。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心田以你放若桃花千朵。南希月，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灼灼。请天命，何人请天命？吾等神族请天命。神族历来受凡界人族供奉，必有人族众生。然如今灵族已下界作恶肆虐，不怒人族苍生，今请天命感化恶灵。今请天命感化恶灵，令人界再无灵族暴行。可凡界灵族性卑力弱，积德行善，与人无争。天命之书，言出法随，重定因果，再设乾坤，吾等拜谢。拜谢天命。天命，你回来了。你每天看着别人的命运，不觉得无趣吗？你我生于鸿蒙，与天地日月同寿，超然三界之外，有趣无趣，与我何干？沧海桑田，不过匆匆；即便是神族，一代一代，也不过是天宫过客。唯有你我相伴，才是永恒。天命，你终究不懂情。你既不愿改写他的命运，那他的命运便由我亲自来写。纵然是天书焚毁，宝珠无光，我也绝不屈服。你说我不懂情，那我便也折入凡尘，去看一看，你所说的情，到底是何物？到那时，你便会回来的，对吗？
公子，方才那是什么？我以为你会死。南旭月验尸验己，你以为自己救得了他？你是谁？无奈，天意。蒙叔定干戈旨，自此人灵停战，共赴青山。诸位，谢盟主不计前嫌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。我江离今日带灵族在此立誓，今日之后，所有灵族不再起任何事端，如有违背，永堕炼狱。如有违背，永堕炼狱。碧霄公亦在此立誓，从此人灵一视同仁，永不恤灵奴。镜花宫也愿遵谢盟主之意，即日起废除剑灵司，于灵族永无强迫。我已派弟子前往暗域，若高修士和副修士出来，必能及时接应。还有一事，望诸位应允。先前因家父罹难，先蒙异动，我临危受命暂代盟主之位。然盟主之位，实非我所愿。如今万仙阵重建，暗族封印，人灵和解，我认为盟主之位该托付给更适合之人。玄信尊者修为不凡，至纯至善，此次对抗暗族之战中立下大功，众望所归。我相信尊者定能率领仙盟重拾安宁。当日在正气厅，各派掌门请立盟主，谢城主便说只是暂代。如今我们若再强求，那便是以怨报德。更何况，玄信尊者确有盟主之姿，令人信服。玄信尊者，你可愿担此重任？玄信定不负所托。还望诸位同心，共护苍生，莫蹈往日覆辙。是。如今风波已平，我相信玄信定能率仙盟重振旗鼓。至于雍雪城，我希望托付给二位。有一事，如今也无需再隐瞒你们。穆玄灵就是混沌珠。穆玄灵就是混沌珠。之前为防贼人觊觎，我才刻意隐下他的身份。但我欠他的，人族欠他的属实太多。万年前，混沌珠曾以身补天，毅然扛过天下之责。6000年前，仙盟又用混沌珠来创建万仙阵，再次耗尽混沌灵力。而这一路走来，他协助仙盟却屡屡被怀疑、被牺牲。
如今更是为救我而死。我欠他的命，人族和仙盟欠他的情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要偿还回去的。更何况，他亦是我所爱之人，我一定要救回他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雪晨，守护雍雪城，我等责无旁贷，你放心前行。这就是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。你是何人？难道你也是来等长生莲的？我为救人而来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心上人。痴缠于情爱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长生莲，我不会相让。长生莲快开了，但谁也不知道哪一日会开。不如我们一起等。要等也不是跟你一起等。有个关于乾光君的故事，不知前辈可有兴趣一听？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喂，你说的是你的心上人？是我发誓一生守护之人。挺好。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乾光君一直在找你。乾光君的心上人一直是你。
凤霞，当年是我想错了。若是我能在对的时间告诉你，我所钟情之人是你，就不会累你陷入6000年的漫长折磨。我宁愿自己从未见过人情，可以与你有1000年的厮守。可若不见伦情，我又舍不得留你一人在这尘世间，苦尝这无尽的轮回。近在咫尺，心里不知。建国，这条路怎样都是错的。放下。建国，我若能替你解开这一日轮回，那该多好。建国，你很清楚逆天而行的代价，那你可知，当你见到伦静，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只要这代价由我来承受，那便足够了。仅仅是想见到他，就要承受38000道仙风罡气，他们会侵蚀你的神魂，如凌迟刻骨。若死的人是我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下这长生莲。我只盼在这神境中，能够找到复活他的办法。遇到晴子，谁都一样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救你想救的人。在还来得及的时候。灵儿，我应许过你的事，还有许多未能完成，一时之约才刚刚开始，我绝不会让你离我而去。
若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。谢雪晨，你悔吗？那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谢雪晨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为盼桃花渐落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一心有所念，初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渐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你是何人？人族剑修谢雪晨，求见上人。本君已经许久不曾见过有人踏上斩神台了。那38000剑是斩神台，不错，38000刀斩的是元神，只有元神坚韧、意志坚定者，方能从斩神台上活下来。你能到此处，必定见过凤香和钱光了。是，那你可知道，向本君许愿，必须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？我知道，只是有一事想确认一下，是否这代价只需要我一人承担，不牵扯他人？你的心愿牵涉的人越少，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便也越少。本君好像记得，有人许过一个牵涉到众生的愿望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只想救活一人。神族、神官权柄不同，想令死者复生，
只有2人可以办到，一为司命天命书，二为元阴玄女。元阴玄女转身为素宁溪，恐怕已难从此处着手。请问上神，司命神君何在？你想向他求助？不，本君不曾见过他，但隐约记得他这神冰冷不近人情，不似本君这般友善。传说神族抛弃人族，不再与世沟通，可上神为何要留下长生莲一人来此？还有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不怪你心存怀疑，本君也迷惑不解。为何只剩本君孤独一神在此？你也不知道。万年前，有个人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，可那个人没有告诉我要等的人长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幼。我感觉得到神族并没有消失，可他们去哪儿了呢？好像曾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我却忘了。不过忘便忘了，必然是有力量凌驾于我之上，才叫我忘记。天命书？是，也许是天命书所为。有人以天命书左右了神族的命运。你可知道，天命书是用来说谎的法宝，言出法随，所有的谎言皆会成真。它的力量远在我之上，但同样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没有任何收获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若我只想救活一人，上神可有办法？本君可助你回到过去，在那个人死之前改变他的轨迹。你可以想好要回到过去的哪一时间地点，本君以轮回镜送你回去。若万仙阵没有破，便也不必重建，最终他便不会死。我要回到万仙阵破开之前，阻止何仙王。在那个人死之前改变他的轨迹。你可以想好要回到过去的哪一时间地点，本君以轮回镜送你回去。若万仙阵没有破，便也不必重建，最终他便不会死。我要回到万仙阵破开之前，阻止何仙王。这便是轮回镜，你只能以灵体进入，回到过去的自己身上。一旦脱离肉身，灵体便不受保护，会被时光之墨辗转碾压，乃至魂飞魄散。切记，不可试图改变其他人的命运，也不能让人知道你的存在，否则你付不起需要承受的代价，更会有无数人因此成为命运的牺牲品。最坏的可能是整个世界都将扭曲、崩塌，尸骨无存。我知道了。他会是我要等的那个人吗？雪晨，师兄，雪晨，谢月晨，雪晨，师兄，谢月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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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雪玲，雪玲，我不会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
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谢雪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何宪我就是修仙阁阁主，他要去暗域破开万仙阵。什么？你如何得知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我必须马上传送过去。我该叫你何岛主，还是修仙阁阁主？若我记得没错，你只见过我这张脸一次，是我哪里漏了破绽，亦或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气脉沉稳，绝非青年之罪。世间修道者虽多，除却易容术，能幻形化皮的就只有你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问你的你不答，却又想从我这里探问。无妨，不管你答不答，今日我都不杀了你。正巧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短短时间，谢城主竟功力大涨，令人刮目相看。我倒真有些盼着他能成功，那样便能证明他就是我要等的人了吧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1天就好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明明可以改变呢？终究还是失败了。我成功了吗？很可惜，现实没有改变，你爱的人也并没有复生。明明可以改变的，明明只差一点点，只要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就能阻止何宪我了。你既答应助我回到过去，改变他的命运，为何偏偏在关键时刻突然将我拉回现实？这你可误会本君了，并非本君故意将你拉回现实，而是时空不稳定，每一次停留的时间都有限制，时间一到，你便会被迫回到现实。那我可以在过去待多久？最多也不过1日。就只有1日？1日也已是极限。只要能救他，再多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。灵体的损害不可逆，每一次轮回境的穿梭，都会让你的灵体比上次更加削弱，直至散灵湮灭。即便如此，你还要继续尝试。是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本君便再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这一次，你要回到哪个时间节点？我想好了。只有1晚，必须用这1晚的时间带灵儿离开暗域。只要她不再是暗域圣女，就可以安稳的活着，不必再卷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了。此时的我人在温血崖闭关，不能让人看到我下山。幸好从灵儿那儿学到了遮影簪的制法，能够掩盖容貌。好久没吃过这么嫩的灵祖了。滚开！你们这群愚蠢的暗族！
大哥哥拼了命才救下我，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。别害怕，小妹妹，姐姐可不是敌人呢。瞧这小可怜样，但是你的表现还是非常出彩的，能在那么多暗族的追杀中活了下来。你都看到我被追杀了，却不帮忙，至少不是朋友。我跟赤影打赌，赌尊上带回来的这批灵族，哪个能活到最后？我跟他说是你，他偏不信。但是现在，其他灵族都死了，就你活下来了。你是里面最顽强的，姐姐还是很欣赏你的。那么，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么强的生存欲啊？是堆积如山的金钱，还是享用不尽的珍馐，或是纸醉金迷的温柔乡，还是这至高无上的权力呢？我才不稀罕你说的那些东西。那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？我也并不留恋这个世间，只是不允许自己就这样死掉。有点意思，为什么呀？与你无关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暗族特别坏，特别恶心，都不想跟我多说一句话呀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们凭欲望行动，没有理智。你应该庆幸，正因为暗族如此，你才能在暗域有一丝生机。欲望表露的最明显的暗族，其实是最好被利用的。其实，人族也是如此。你对欲望不应该有鄙视，而是要利用它，这样才能操控暗族，乃至操控人心。我才不要变得和你们一样。哼，想要在恶人堆里生存下去，自己首先也要变成恶人。只有做到极致的恶，你才能对抗恶。记住了吗？好好想想，你为什么来暗域，又为什么活着？重要的是，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要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你说的很对。现在这样，是不是就像一个恶人了？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终于找到了。怎么会有人在自己家门口设这样的陷阱啊？